多嘴多舌。该从哪里找起呢？要不司令部大人，跟咱去之前接头的地方碰碰运气？就是这边了，司令部大人。一般是把信封放在指定的位置，然后等对方来取。啊，瞧，就是那栋房子的房顶上。房顶？交给咱吧，只要像爬树一样。我不允许。敢弄脏我的衣服，那你以后就再也没衣服穿了。难道你以为自己在登高这方面还能比得上会飞的家伙？怕不是打草惊蛇了呀，司令部大人，那咱们要不打道回府？唉，虽说没以前自在了，总还算找了个饭辙。咱以后给你端茶倒水，还是捏肩捶腿？哼，你倒是想得长远，等找到那个姓白的再说吧。您还真要和个假药贩子死磕吗？这不是失了您的身份吗？失了身份？我看是你急着回笼子吧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要找的白家人，他虽然未必会做出这么不爱惜羽毛的事，但那位所谓的白公子可未必不是他的手笔。徐一燕倒和传闻里没什么冲突呢。成，司令部大人一定不会错。咱实在听不懂呀，但琢磨着肯定没错。我就明说了吧，关于你知道的隐灾，那个白家人要在这里做些称得上一劳永逸的事。一个冒充者，几处隐灾，都不足以让我来到这里。你以为还能让我愿意一直留下来吗？啊？咱还是没听懂。还是那句话，咱可从何找起啊？找？哼，用不着。粗布织梭衣架人台，我呀，不还缺些鞋架吗？不会吧，司令部大人，您是要……没错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把这条街上的所有人全都变成我的下仆不就好了？来，让我看看，在这个赝品下面，真正的白公子到底在玩些什么花样？司令部大人，这弄鬼了！小雀子，太迟钝的宠物可不讨人喜欢。
琥珀街危机四伏，外面的传闻没错，琥珀街安定祥和，只是有些小贼作祟。我们看见的景象也没错，但谁说过这两件事其实互相冲突呢？除了你我，除了我的宠物们，琥珀街从一开始就空无一人。正在给我演戏的不仅仅是你。难不成我们看见的都是？没错，一种隐灾，笼罩了整个琥珀街的隐灾。哼，运气不错呢，小雀子。现在才刚刚到开幕的时候。瑟利姆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了，这才是我瑟利姆应该来到的琥珀街。你以为我真想把他们收为下仆？哼，我啊，就算是一只宠物也会精挑细选。他们，哼，这用影子造就的假象，当然要将影子去除后才能显出真容呢。站到我身后去，宠物和下仆只需要喝彩就够了。接下来是主人入场的时间。啊，我们这是出来了？这也太不是时候了吧？所以我们最后看见的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会有2个琥珀街？这次咱可真就不清楚了，倒不是想不起来，是压根没记住过。怕是那时遭了什么罪呀？也说不准，后来咱还是被瑟利姆弄昏过去了。不过，如果那时你们看到的每一个居民都是影子，他又是怎样控制对方的？会像是克拉丽之前猜测的那样吗？和对方建立某种连结，然后用类似维吉的方式从别人身上取用离恶石像的力量。可是这也解释不了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听瑟利姆的话吧？那些衣服应该也代表了标记以外的事情。按照他腐朽的趣味，他似乎在给别人用衣服划分阶级。虽说不确定这是不是也与影子的规则有关，但从结果上来看，他的确做到了说对方是什么，那么他就是什么。当然，这也只是猜测。通过洞悉他人的恐惧，他能够使人臣服，并且加以支配，这才是本质。那岂不是？咱一开始就说过别翻老黄历嘛。看来也只能过段时间再来试试啦。不过倒也并非一无所获。至于现在，也该回廊丘了。对了，松雀，之前他给你亲手织衣服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7日大恶，上于其半，为王气度，仅为虚言。28256，28257，2829311。